有想过为什么很多的共产国家喜欢用红色当成是国旗的主色吗？欧洲的国家为什么很爱用三色旗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国旗的故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国旗象征着国家的主权也代表着人民的身份认同，在多数人心中都有特别的意义。国际赛场上面，不同国家的选手跟观众都会挥舞着自家的国旗，而各国的国庆日，大街小巷也都可以看到国旗飘扬。那说到国旗我们台湾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国际地位特殊中华民国的国旗很少在国际场合出现，在台湾也有部分民众并不认同这面旗帜，觉得中华民国只是一个流亡政权，不能够代表台湾。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国旗的故事，作者呢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迪米特罗·杜比特，他的本业是银行家跟政治人物，但同时他也很喜欢研究旗帜学。这本书呢是他在研究各国国旗之后整理出来的精华，书中分享了很多国旗设计的巧思，还有背后的历史。那么今天会分享书里面几个有趣的冷知识，像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国家都喜欢用三色旗，共产国家为什么喜欢红色旗帜。另外呢，我们也会延伸来聊聊中华民国的国旗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有部分的台湾人不认同这面国旗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学好英文，或是想为家里的孩子建立英文基础吗？那就和 SOR 脑科学背单字工具组一起练功学习美语发音，培养精准的音听能力吧。这本字典主打3大亮点首先它有专利的音标跟专利语调，帮助你精准的掌握单字的发音跟语调轻重音，轻松的学会美式读音。再来为你拆解单音节单字，搭配这个点读笔的点读发音，让你边听边学。而且字典呢还内建了5万个音档跟500组的听力测验，可以激发自我挑战，增加学习印象。最棒的是呢，还有14天的试用期，不满意全额退费现在上嘖享早鸟优惠，输入志奇77专属优惠，莎77还有120元的现金折扣马上点击 YouTube Shopping 的产品资讯卡，了解更多资讯吧。书中提到，世界上第一面国旗诞生在13世纪的丹麦。根据传说，当时丹麦人跟爱沙尼亚人正在打仗，原本丹麦士兵处于劣势，但在祷告之后，有一面红底白十字的旗子突然从天而降，大大鼓舞了丹麦士兵，让丹麦奇迹般的打赢战争。而这面旗子呢，也被定为是丹麦皇室的旗帜。那当然啦，这是比较神话故事的说法，更符合现实的原因可能是丹麦是基督教国家，因此使用了十字国旗。而历史悠久的丹麦国旗呢，也影响了很多邻居们的国旗设计，比如瑞典挪威、芬兰还有冰岛的国旗都长得有点类似。不过相较于丹麦国旗出现得很早，其他国家大多是在18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之后，才逐渐有了自己专属的国旗。而说到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国家呢，我们就必须要说到三色旗的始祖法国。如果你看过欧洲各国的国旗，你可能会被各种颜色的三色旗搞得晕头转向。比如荷兰呢是红白蓝，俄罗斯是白蓝红，爱尔兰是绿白橘，意大利是绿白红。这种3个色块组成的三色旗，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回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呢，革命分子会戴着红色蓝色缎带的帽子活动，而白色呢则象征着当时掌权的波旁王朝。也就是说，虽然大家现在看到法国国旗都会联想到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但其实最一开始三色旗代表的是不同族群的身份。而至于颜色排序上面呢，白色被夹在中间，也代表着人民在宪法赋予的权力之下掌控君主，强调人民才是国家的老大。而随着法国大革命打破了封建制度，让法国从君主体制走向了共和制，后来也影响了很多的国家，包含了比利时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等等，也都在各自的民主化运动时期参考法国的三色旗来设计自己的国旗。而且法国也不只影响到了民主国家，就连共产国家常用的红旗其实也都跟法国息息相关。在法国大革命这段动荡的时期，支持社会主义的巴黎公社曾经短暂夺权，而这个巴黎公社旗子，没错，就是一面又大又红的旗子。虽然说巴黎公社只统治巴黎短短2个月的时间但是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这却是史上第一次有无产阶级掌权，意义非凡。从此之后呢，红旗就常常被拿来代表共产主义，然后大家再自己加上跟共产主义有关的符号。举例来说，苏联瓦解前是共产主义的老大哥，他们的红底旗上面就有5芒星、铁锤跟镰刀3个元素。
其中五芒星被视为是共产国家最重要的符码，象征着马克思主义会在世界5大洲获得胜利。其他像是越南啊、北韩等等社会主义国家，国旗上面也都有显眼的五芒星。而至于铁锤跟镰刀呢，通常是代表从事工业、农业的劳工团体，凸显呢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而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共产大国，也就是我们的隔壁邻居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的5星旗也是用红色打底。5颗五芒星里面的大星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统治，而旁边点缀的4颗小星则代表着4种社会阶层，分别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依靠自己劳动拥有一点点财产跟生产工具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在民间设厂雇佣工人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既然都说了中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历史上面的另外一面中国国旗——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现在说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呢，大家都会直觉的想到青天白日满地红，但其实在这之前还有2种不同的版本。一开始在1911年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的时候，采用的是铁血18星旗，旗子的红底色象征着革命的铁血主义，9个角呢是上书《禹贡篇》里面记载着中国的9个地区，而18颗黄星代表着汉民族的18个省，星星用黄色则象征汉族呢是炎黄子孙。但是在隔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以5色旗作为第一面正式的中国国旗，红、黄、蓝、白、黑，不但是中国传统的5个颜色，也同时代表着汉、满、蒙、回、藏5个族群共同繁荣的期盼。而最后呢，在1928年底，中华民国政府立法通过，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国官方国旗。蓝、白、红3色呢，致敬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而白色太阳的12道光芒，则是代表着时间，象征着国家永存，也鼓励国民与时俱进，自强不息。而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民国政府完成了名义上面的统一中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就这样子在中国各地飘扬，一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离开中国来到台湾，中华民国国旗才变成了台湾限定的版本。1949年，因为国共内战失利，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到了台湾。但是复杂的历史纠葛也导致现在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大家对于国旗的看法各有不同。首先是认同中华民国国旗的这一派，虽然呢国旗当初的这个设计跟台湾没有什么关联，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建设台湾，本省外省族群融合之后，在大部分的人心中，中华民国跟台湾已经融为一体，可以用中华民国国旗来代表台湾。而且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遵守中华民国的法律，参与中华民国的选举，出国时呢也使用中华民国护照等等。这派的人认为能够用中华民国国旗代表自己的身份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有部分的民众认为呢，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中华民国其实才是正统中国，只是因为中共夺走了国际上面的话语权，才导致中华民国的处境很尴尬。但身为真正中国人应该要为这面旗子感到光荣。但是呢，在另外方面，不认同中华民国国旗的也大有人在。有的人主张台湾本来就是独立于中华民国的个体，只是目前呢被中华民国政府殖民，所以中华民国其实是外来政权强加在台湾人民身上标签，而这个标签呢又间接导致台湾人在国际上面被迫陷入了一个中国的正义，遭到其他国家排挤。因此，这些人主张中华民国国旗不能够代表台湾，台湾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旗帜。有些手段比较激烈的民众呢，会用烧国旗或是毁损国旗，表达对于这面旗子的不认同。那这里我们延伸讨论一下另外一个议题在台湾破坏国旗是可以的吗？依照国际社会的共识国旗代表着国家主权，多数的国家呢也都在刑法里面都定有毁损国旗罪，禁止民众呢用任何的形式毁损国旗。而在台湾呢，刑法第160条就有规定意图毁损中华民国而公然损坏、除去或侮辱中华民国之国徽国旗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的罚金。不过在实务上，毁损国旗究竟要不要罚，会随着个案有所不同。比如说呢，2015年10月10日，曾经发生有民众到了中正桥上面割损多面中华民国国旗，结果被新北地检署起诉，一审判决有罪，但2审改判无罪。当时的法官认为民众割破国旗的行为呢是属于象征性言论，是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手段，受到了宪法言论自由的保障。但是在另外一起案件当中呢，判决却有了不同的结果。2018年，在一场228的追思晚会上面，主持人在现场号召大家来烧国旗，结果就被警察移送法办。台北地检署认为主持人有教唆侮辱国旗的罪嫌，决定将他起诉。
就一审法院判无罪，二三审呢就逆转改判是有罪定谳。法官认为象征性言论的手段呢要符合理性和平，但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在焚烧国旗时还宣称要将这个代表殖民体制的车轮旗烧掉，有侮辱中华民国的意图，并不属于善意的政治表达，因此呢就不在这个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之内。那从这两个案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国旗尊严跟言论自由究竟哪个比较优先？不同情境跟不同的法官可能都会做出不同的裁决。而至于刑法第160条规定民众不能够毁损国旗，有没有违宪、侵犯到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疑虑呢？这部分其实也有人申请过大法官释宪，但直到目前都还没有确定的结果。今天影片的前半部，我们介绍的国旗冷知识只是国旗的故事书中的一小部分，而这本书当中呢，还有收录各国国旗背后的复杂历史，虽然内容很多，但搭配着平易近人的解说，还有大量的参考图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都是蛮好消化的。那有兴趣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亲自去阅读看看，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好的，那话又说回来啊，看完这本书呢，我们一直在想，国旗对于国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国旗远远不只是一个图案，而是浓缩了民族啊、历史、信仰还有意识形态的一个符号。但是，当一面旗子背后的这个历史越曲折哦，大家呢看待国旗的方式也会越分歧。就拿中华民国国旗来说好了，当年设计这面旗子的时候呢，它当年所代表的土地范围啊、人民组成或者是政治体制，都跟现在有着不小的差异，这就产生了一些争议哦。有很多人认为旗子的意义本来就可以随时代改变，现在这面国旗传承了中华文化的过去，也见证了台湾近代的发展，理应能够代表今日的台湾。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华民国国旗背后还是有旧时代的大中国思想，也有党国不分，甚至包含了台湾被压迫的历史，所以不足以也不适合代表台湾人的意志。那事实上呢，类似的争议不止台湾有，几年前纽西兰就举办过公投，决定要不要使用新的国旗。主张改国旗的一派认为呢，现有的国旗跟澳洲国旗长得太像，没有识别度，而且左上角的米字旗呢是当年英国殖民统治遗留的产物，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纽西兰应该要摆脱这个象征。但最后公投结果出来多数民众却选择保留旧国旗，原因有很多，像是旧国旗才有历史的底蕴，能够凝聚国家认同感，或是不喜欢新国旗的设计，觉得换这国旗的成本太高等等。从这些案例来看呢，我们觉得国旗争议的核心或许不只是我们要换什么样的图案，而是大家对于国家的认同与想象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价值应该要被摆在更前面。那如果有人认为现在需要改变，那除了传递理念之外呢，该怎么样让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改变很有必要，或许正是最大的挑战。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想好奇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调查一下大家的想法。你在看到中华民国国旗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觉得很感动，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家。B 不到热爱，但也不排斥。如果在国外看到国旗，还是会很开心。C 理解历史很复杂，但希望能够设计一面 Made in Taiwan 的国旗。D 其他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国旗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中华民国国庆日以及那些和我们断交的国家。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